夏天到了，大家的心是否也一起放暑假了呢？在这样的天气里，最想做的事莫过于上山避暑、游山玩水，或是到各个能让人舒适的角落。这一集我们带大家到新竹安排一趟丰富的2天1夜小旅行，走进山林秘境，吃现烤披萨，喝咖啡，在树下野餐，还能在充满芬多精的杉木林荫中消暑。市区也不马虎，百年老店、古早味、美食小吃，充满历史的古迹，一个都不会错过。最特别的是，我们要带你去体验全台最大的岩盘浴，让身心彻底放松。这集是情侣约会的浪漫提案，是夫妻放空慢活的假期，也是家庭出游3代同堂都适合的舒心行程。从3岁到80岁，每个人都能在这趟旅程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时光哦。我们现在在东门市场米粉摊，这家呢是在东门市场里面的人气店家，而且它的内用座位呢是有冷气的，还蛮舒适。我们来试试看。刚汤头一入口，非常的咸香鲜香不油腻，它的芹菜、香菜跟洋葱酥在汤里面起到非常好的提味作用。它的米粉呢，一入口很滑顺，是属于粗的米粉。听说它的汤是鸡汤，我觉得吃起来真的是很舒服的那种味道。我们来吃一下虾滑，其实它配料有很多种可以选哦，你也可以选松板猪啊、排骨酥之类的。是虾味满满。这碗汤里面的芋头才是重点，它排在评论里面的很前面的名次。然后你看它形状那么完整哦，我随便下手，有没有马上化掉，超厉害的。好像在夹什么冰淇淋之类的，就化掉那种冰淇淋。它比冰淇淋的硬度还要低啊，随便1抿就化了。我们今天点的是大碗的，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这样200多块很贵，可是说真的，它够精致好吃，而且它的配料啊非常的真材实料，就虾滑虾的成分有够高。这排骨也很好吃哦，肉很扎实，但是又不会过硬。然后它的炸皮很像传统炸鸡排那种脆脆的，这样配起来真的很好吃，很爽。红水鸡也非常好吃，你看它上面黄瓜丝切得很细，搭配得很好，它可以综合掉整个红水鸡的辣味，然后提供了一点水分。而且它鸡肉非常嫩，我觉得很精致，很好吃的这一道。再来是它的小菜啊，粉干的话呢，调味很舒服，然后柔嫩度是刚刚好的。鸡爪的话呢，就是烟熏味是很浓厚。再来是这个凉拌时蔬的话呢，没有特别的调味，但我觉得夏天是很适合很清爽。我觉得他们的小菜有让我觉得上馆子的感觉，或是大餐厅啊，或者是说饭店的感觉，很精致，很精致。胡麻豆腐呢也是非常清爽好吃，但是对我来说，我更喜欢胡麻酱要再浓郁一点点的。我觉得这样刚刚好。然后我们后来还点了一个烫青菜，整桌来说，我觉得这间我给90分，很好吃，我很喜欢，很精致。我们现在在的地方就是新竹的东门市场，它曾经拥有新竹的西门町称号。那这个市场其实历史非常悠久，它有100多年的历史，然后它是全台湾首座拥有手扶梯的市场。然后其实现在这边里面呢有非常多新潮的饮食，还有传统的饮食，就是现代呢跟传统的一个融合，就像我们刚刚吃的米粉汤是一样的。我们身后这座就是全台湾第一座市场里面的手扶梯，可是我觉得它经过了改建之后，应该不是原来那一座了吧？有点恐怖哎。有可能是啊。听说这座市场还有一个神秘的地方，就是它的地下室呢有暂时留下来的防空洞遗构。那因为现在听说是已经封闭起来了，而且它没有存在公开的资料上面，不知道就是老新竹人知不知道这一段啊？如果有的话，可以跟我们解答一下，我们还蛮好奇的。新竹有名的米粉，听说也是从这个市场开始发源的。那我们来这里逛一圈之后呢，发现说它整个味道啊，就是有点像台南沙卡里巴跟基隆仁爱市场综合体，非常推荐大家来逛逛。我觉得这适合你旅游第一站来走走，真的很棒。吃吃东西、逛逛街，蛮棒的。
在里面到处都有像这样很日式的小店，会有点错乱，像来到日本的感觉，很好玩。现在来到鱼香甜不辣这家店的起源呢，可以追溯到100多年前，最早它在东门市场是鱼摊，从清末的时候就有了150年。对，然后呢，50几年，民国50几年的时候呢，是因为他们就是开始把市场当日没有卖完的新鲜鱼货做成鱼浆，然后不要浪费嘛。那制作成甜不辣呢，大概是近20年之间的事情。今天就是来朝圣的老店，然后来吃这个纯手工纯鱼浆的甜不辣，然后它总共有制作成好几种版本啊。我们点的这个是综合的，那我们今天就小试个2个给大家看一下。哇，我刚刚听你咬下去有那个酥的声音哎。它这个是牛蒡甜不辣，好香哦！一咬下去，先感觉到那个酥在唇齿之间，然后再来就是那个牛蒡的香气，很细致。吃起来跟一般的甜不辣有不一样吗？你觉得有差别吗？它里面牛蒡非常的多，然后再来是它反而不像我们一般吃到甜不辣是那种很脆弹的，是像日本的鱼饼那样子软软的 QQ 的。可是它的那个香味特别的浓，很好吃哎。我刚刚吃鱼饼，结果它跟牛蒡甜不辣太像了，所以我就干脆另外2种一起试。然后其实我觉得它就是形状不一样，但鱼浆本身是一样的，因为形状呢而产生了不同的口感。那里面我最喜欢的是鱼条，因为我觉得它很像盐酥鸡的炸甜不辣，这个口感是咬起来会有点 QQ 的。你喜欢吃酥脆的就是那个鱼饼，对，因为它会比较薄这样子。然后鱼藻是有点像鱼丸的感觉，所以我觉得介于2个中间，这个都不错，看你喜欢哪一种。这是综合丸汤，然后里面有3种丸，这个是鱼羹、贡丸，还有包馅鱼丸。我们来试试看。我们先吃鱼羹，很鲜甜，但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是它煮这个跟这个鱼丸汤的方式，它蛮像鱼汤的，因为放了很多的姜丝，请看有点乳白色，真的喝得出鱼的鲜味。再来是贡丸，还有包馅鱼丸。贡丸的话呢，绝对是新竹贡丸那一种，就是 Q 弹，然后咬下去肉汁非常的丰富，而且很脆。对，再来呢就是包馅鱼丸，有够特别，咬下去之后呢，它的内馅吃起来像是肉包的内馅那种味道。对，然后外面就是像我们淡水鱼丸，可是它这个鱼浆更香。对，然后里面还有包荸荠，吃起来脆脆的。我觉得蛮特别的，这个鱼丸真的可以试试看。我们现在来到新竹市影像博物馆，它非常的刚好就在东门市场的旁边，一走出市场就看到了。那它本身呢是一座古迹。那像我这个呢，就是非常喜欢看一些不是商业大片的文艺片，而且现在天气热了，我觉得来这种有冷气的景点稍微走走看看蛮不错的。这里面啊有免费的电影放映哦。然后现在我旁边呢可以看到这个是以前啊在放映电影的这种机器，应该是个古董吧，真的是非常厉害这里。现在走上2楼进来放映厅，其实整个影像博物馆的主体就是这个放映室。那它其实最早呢，它是在日本时期就有了，当时叫做游乐馆。游乐馆是取自于有乐町，有乐町的话是东京的一个剧院跟电影院聚集的一个区域，然后代表了就是当时电影的流行啊潮流这样子的意思。那其实这个电影院呢非常命运多舛，它曾经遭受到轰炸机的轰炸，然后当时就是座位全毁了，但主结构还是保存下来了。那在后来光复之后呢，它就改成了民营的戏院，然后直到现在呢，就是把它改成影像博物馆，而且它在今年6月1号才刚把这个剧院呢改成就是有杜比音效的，座位也全部都换新的，所以大家来呢现在可以享受到就是最厉害的影音设备。真的很棒，这里面。提醒大家一下，它电影不是24小时播放，它有一个时段的。那你在非播放时段的时候，一样是可以进来，可是你就是只能进来拍照而已。我们今天晚上它刚好有，我跟你讲，我超喜欢这种电影院。我以前有一个癖好，就是我大学的时候，我都会跑去2轮电影里面干嘛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在里面打混。不对，睡觉。
超好睡，不知道为什么。你应该跟我看过电影就知道，我都会在电影院对，里就是我们只唯一看过那一次电影，我就再也不跟你去看电影了。然后这里面免费让我睡觉，我比较没文化啦，超棒。福汤岩盘玉南牙馆，最近呢，因为工作满档，超级累，想要找个地方好好的放松休息一下。那我们最爱的日本呢，最近又不敢去，因为想说去日本泡温泉多好啊！最近就是因为预言的影响啊，我超迷信的，我觉得我超俗辣的，可是我觉得暂避锋芒一下。对，然后我们就想到说，我们有一个朋友在新竹开岩盘浴，他这个地方占地超大，500坪，然后有各种不同的主题的这个岩盘浴可以体验。所以我跟你讲，它是全台最大的圆盘浴。对，然后我想说带全家大小一起来体验一下，那我们等一下带大家去看。对，阿公阿嬷已经带小孩先进去了。我们洗完澡换完衣服了，我跟你讲，它光洗澡就是超疗愈的一件事情。沐浴乳是精油味，超香的。然后它的浴室呢，很特别的设计，你先推开门之后看到更衣间，里面还有一个门，再推进去才是淋浴间，干湿分离。对，然后再来是它的吹风机用超好的，女生的全部都是 Panasonic， 然后你说男生的呢，有 Panasonic 也有 Tescom， 我们家男生就是 Tescom。对，就是我们家最爱的2个品牌。这里面啊，总共有5个不同情境、不同温度的房间。等一下我们一一去体验过，因为我们第一次来，所以我们会选择1、2、3、4、5这样的顺序。那如果长辈来的话呢，刚刚有服务人员跟我们介绍说，建议用热火舒压这个顺序。走吧。哇，你已经找好自己的位置了，也太舒服了吧！你们2个会不会太开心了吧？这里呢，只有礼拜3跟礼拜6有开放小孩子入场。那今天刚好礼拜3他们一考完试，我们就带他们冲下来了。我们本来想说洗完澡要赶快去泡岩盘浴，结果没想到在门口这里泡杂志、泡漫画了。走了，我们赶快去泡岩盘浴了。你没看到我现在的状态，因为相机拍不到，都像蓝骨头一样。我整个人是躺在这边的，因为刚刚开车好累哦。第一间我们先到润竹，它是芬兰浴，其实就是我们一般的3温暖会去的那种烤箱，那它的温度大概就是70、80度左右。进来这里还蛮舒服的，味道很香，而且我没有待过空间这么大的烤箱芬兰浴。那我进来这里，我觉得还蛮舒服，可是小朋友就一直哇哇叫，他们没有办法享受这种单纯的快乐。这间应该是5间里面最热的，我马上就流汗了，蛮爽的哎。对，流完汗就会变漂亮哦。而且这里面味道真的还蛮舒服的。我们现在到2号凤绿区，它的温度大概是介于40到45度之间，然后它的地板呢是天然玉石，我们去看一下。这间听说是大家最喜欢的，因为可以随便躺，不会太热，然后又会出汗，非常好。我现在也是在飙汗，可是那种汗是这样子慢慢出来的，还蛮舒服的流汗的感觉。对，但是又不会让你受不了，又可以躺，还蛮棒的。哇，你们2个也躺得太舒服了吧？对啊，我现在全身疲劳的状态，然后刚好躺下去帮我的背热敷，我整个人都好了起来。我最近整天都坐在电脑前面，然后哇，整个腰超酸的，就好想要这种温温热热躺在地上哦，好舒服。可是流了汗也蛮舒服的啊。真的，现在我就是全身都在流汗，我就期待等一下洗完澡之后呢，不知道皮肤会不会变亮亮。我真的最喜欢这一间，因为我现在躺着就蛮想睡的，这还是睡得着的温度。可以，温热舒服。这一间真的很适合拿来做瑜伽，而且墙上也有教大家怎么样做瑜伽的动作，真的收展一下筋骨，非常的好啊。我们干脆就在这一间不要走了。其他间我也蛮想去的。就1、2、2、2、2这样子，因为刚刚是1、2、3、4、5嘛。骨头就是软。他们随便学随便像，我们随便学随便学不起来。那姿势好不人体工学哦。请问你是看上面哪一个姿势？好，很像，好健身环的姿势哦。哇，你也流汗，我也流汗呢。我们再来要去赤岩房，这间温度大概是55到60度。那进去呢，要铺浴巾跟毛巾在你的位置跟枕头上。目前
前的挑战到这边，我们家弟弟已经阵亡了。他本身呢就是一个很爱动来动去、很会发热的人，自体发热人，对他现在不需要了。外面玩去了。你还撑得到下一关吗？现在来到粉红色的梦幻房间，他就变得受得了了。现在这个死亡视角，我回去应该会完蛋。遮起来。现在躺起来，可能因为平均受力的关系，不会特别的有不适感。但是你踩在上面的时候，真的很像公园的健康步道，像阿北在踩那种，对不对？对，没错。我们2号选手阵亡，它是每一颗石头啊，感觉都有挑过，不会有粗糙或尖锐的地方，所以躺起来蛮放心的。从刚到现在，已经躺过3间房间了。我发现他们的湿度控制得很好，虽然说温度很高，可是不会觉得很闷、喘不过气那种感觉。其实我原本屁股跟腰都酸酸的，然后躺的地方刚好它有一种按摩到的感觉，蛮棒的。其实我也好喜欢这一间，因为它有那种够热的那种爽度，可是又没有让你热到受不了的那种感觉。对，真的，而且我觉得我的流汗在加速中。哦，真的很像公园阿北的体验，我的脚好痛。验收成果了。我现在像淋过大雨一样。这是你这1个月流汗的量。真的。现在我们的1号选手跟2号选手要重返4号末夜战场。这一间跟刚刚一样，要在地上铺浴巾，它呈现的是一个星空的情境，所以大家呢就是可以躺在地上看星星，这样超浪漫的。我们家小子才进来而已，又弃权了。倒是小皮他慢慢已经习惯了这些房间的温度，所以他现在也可以蛮享受的躺在这里。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躺下来的视角，有点像在看星星一样。这间最适合情侣一起来，躺着躺着手就牵起来了。这么热，情侣会牵吗？哦，难怪刚刚大家都躺这里，它人体工学那个角度超舒服的。它的角度啊，很贴合你的背跟腰，完全不会卡骨头，躺起来硬硬的。难怪刚刚大家都躺这边。对啊，看一堆人都躺这边，这边都没人躺。最后一个是硬雪，小朋友最期待的，刚刚都一直都跑来这边。是凉的，里面还说要吃剉冰。没错。这个空间有点像是你从温泉要走出户外的露天浴室的感觉。这一间的温度是10到15度，可是我觉得就像冷气房一样，并不会特别冷，还蛮舒服的哦。是你待的不够久，等一下就会觉得一开始冷起来。可是其实我在日本的时候，外面1度2度我也是照样就是裸光了在那边泡啊。有可能是因为它的湿度控制得很好的关系。哦，它突然转起来了，是会发生什么事吗？要下暴冰吗？我是听说好像会下雪还是怎么样子的。这一晚可能就是剉冰剉下来之类的。我们等一下期待一下。哦，你们2个最喜欢这一碗剉冰了，对不对？是错的。冰机运转起来之后，我觉得空气温度好像下降了蛮多的。我觉得应该马上就下降了5度的感觉。天哪，你们也太兴奋了吧！它真的很像是下绵绵冰哎，下那个剉冰下来这样子。绵绵冰。哇，现在这样拍起来真的超梦幻的，很像在下大雪中的场景。我觉得我们一家人不像要放暑假，像在过圣诞节。你要去哪里？房间暖一暖傻。你刚刚不是说你不要吗？ From across the sea。我们现在体验完5个房间，出来躺着休息一下。其实这里有设计很多让你躺的空间，像吊床啊，然后还有那种可以躺的沙发、蓝骨头，你想怎么躺就怎么躺。这边除了有单人座椅之外，还有情人雅座，2个人可以躺在一起。突然好想要把家里的沙发再换成这一种的。我们家的很舒服了啦。这里不知不觉就可以待上一整天了。它里面好多书哦，大概50%漫画，另外50%呢有文学书，也有杂志，也有一些工具书，像很多都蛮热门的。对，这是我以前很喜欢看的书。我只想要500。这是村上春树。这里好像秘密基地哦，我发现大家好像都还蛮喜欢躺在这个空间里面，因为这样子的话呢，有点隐私感。而且它旁边的那个
USB 跟电源插座还蛮充足的。对，其实它整个空间都非常多的插座，而且超级贴心，你可以去柜台借充电线，如果你自己没带的话。除了刚刚那边，其实到处都有这种像秘密基地一样，可以让你躺着休息的地方。我以前刚开始在玩东京的时候啊，要坐飞机回家的前一晚，我很喜欢来类似像这种。我记得我去什么横滨的万叶俱乐部，它就是类似像这样子，然后里面就有一种大通铺可以让你睡，然后也有这种私人的小房间给你睡，我觉得还蛮不错的。查到一种说法，就是说那种设施叫做超级钱汤，钱汤就是公共浴室，但它又比公共浴室多了很多的休憩设施。我觉得蛮开心，因为之前我很想要在台湾找这个，然后这边就有，我觉得还蛮喜欢的。今天体验下来啊，我们真的觉得蛮喜欢这里，因为像我们是很喜欢去日本泡温泉，可是每次泡温泉我们都没有办法全家人一起，一定是男女汤要分开。然后日本人他们就是比较重视洗澡的这个环节而已，其他的休闲的话，除非你是到超级钱汤去，不然其实是没有这样的东西。那我们家小皮呢，最近是非常的迷 K-pop， 所以呢，就是接触了很多韩国的文化，他就很想要去体验一下韩国的汗蒸幕，但台湾又没有这种东西。那来到这边呢，我觉得其实这个场所有一点那种汗蒸幕的精神，因为像我常常看韩剧嘛，就是你可以在里面啊找到很多地方躺啊，然后大家可以一起社交啊，那个感觉真的非常棒。像我今天来到这边啊，除了看到家庭的成员之外，也看到很多是情侣啊或者好朋友一起来。像台湾的洗浴文化呢，就是比较害羞一点。虽然说也有男汤女汤，可是我们是比较偏好双人汤屋或家庭汤屋的。那这边呢，我觉得洗澡的时候设计也非常好，那个洗澡间呢都有隔间，而且都有门锁。那像睡觉的地方也是稍微营造了有点隐私感。其实我觉得汤屋很棒，可是有一个缺点就是洗完汤屋之后，大家就要赶快回家。可是这边还可以再休息啊，看漫画，大家可以自己找一个角落窝起来。我还蛮喜欢这种感觉，所以我在日本很爱这种，但台湾也找了蛮久。后来我们朋友他就说，他们现在有开放小孩，我觉得超棒的。其实我还蛮希望它可以开放6日的，5、6日最好。对，可是我觉得礼拜三呢，真的是非常合我的意。如果我是住这附近的妈妈，礼拜三呢是小学生他们下午不用上课的日子。那这样子呢，我如果想要出门去做点舒压什么的，我就可以带着孩子一起，不会因为说孩子读半天，那我就也得被绑在家里。你们这样当街搂搂抱抱的，成何体统？我们体验完啦，我知道看完这段，大家一定都会很想要问价钱。那我有问一下朋友说，他们从现在开始到8月31号这之间呢，有推一个套票，最低的话你可以买到1张400多块钱而已。这个价钱，我觉得你假如说从台北下班开车1个小时车程来这边放松一下，真的是还蛮舒服的。然后呢，之后我也想说，再帮大家跟朋友凹一下折扣，自己的朋友嘛，凹一下，对不对？给自己的观众。好，那如果有凹到的话呢，我就会把这些资讯放在资讯栏，大家再自己去查。我们现在来到新竹市立动物园，我们家小子呢超喜欢动物了，所以一定会排一个动物行程给他，需要的时候他就会出现了。刚刚吃饭就躲得远远的。那简单讲一下票价，全票50元，优待票25块。那65岁以上还有一些特定资格的话是免费的。来，动物小博士跟大家说一下，这个叫做什么鹿？这个叫做天鹿。天，你怎么知道？因为它上面好，上面写的，它那个字非常特别，是姓氏的黄，然后一个占卜的占。我一看到啊，我就觉得我就想一首歌，男儿当自强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？黄飞鸿噔噔噔噔噔，那个作者就叫黄沾，他是一代的那个影歌剧的大师，这样子。哦，是这样。其实我们现在在的新竹动物园，它最早呢是起源于新竹公园的动物小屋，然后再到后来呢，它这个地方又成立了儿童乐园，里面又有增设了动物的栏舍，慢慢呢就发展成了现在的新竹动物园。我们刚来动物园的路上，经过了新竹公园，看到它旁边有护城河，然后腹地非常的大，真的跟我们去日本看到的公园啊，超级像。那这让我想到了我们前几个月去北海道函馆公园。
它就是这样。公园里面有儿童乐园，然后有一些动物蓝色，然后其余的地方呢就是一个公园的样子，然后再来是它的樱花非常有名。新竹公园呢，到2、3月的时候，樱花也是会开得非常漂亮。这个完全就是日本人的模式。对，所以你进来的时候，你会觉得这个地方好像日本的那种公园，我跟你讲，很棒。新竹公园跟新竹市立动物园，它历史很悠久，有100年的历史，而且它就是在日本时期的时候日本人设立的。猪猪，你在看什么啊？鸵鸟英文叫什么？ ，otter，我们也可以看到，现在这个柱子上面呢有2只大象的头。这个地方是以前啊旧时儿童乐园的入口，也是后来新竹市立动物园的旧大门。因为现在新的大门在别的地方了嘛。那听说呢，这个是新竹人的儿时回忆。我觉得呢，有来到这里的人可以来这边拍拍照，还蛮有感觉的。周围有很多物件啊，都非常的日本，像这个应该也是日本时期留下来的直灯笼，然后还有后面的喷水池也是。你看他现在洗完澡起来吃饭了。这边腹地虽然不大，可是我觉得有些动物真的是还蛮亲近就可以看得到了。现在可能天气开始热了，猴子都开始懒懒散散的。它这边也有近距离观赏狐獴的设施。我刚刚一讲完，弟弟就说跟顽皮世界一样，它真的是很懂。这里面好闷热哦，而且站在这边呢，不知道是你要观察狐獴，还是被其他游客观赏。哦，热得要命。他们在挖洞，他们会不会等一下就钻进去了？哦，3只。他不会要下去游泳吧？好像想下去又不想下去的样子。他如果不小心跌下去，不知道会变怎样。他好像听到没送。其实我小时候来过一次新竹动物园，那时留下了失望的印象。腹地很小，环境不佳，动物们的状态看起来也都不太好。但在几年前，动物园经过重新整理规划后，这次的重游让我完全改观了。虽然占地没有改变，但这里就像是一座浓缩精华的动物园，里面都是大家会期待看到的动物，像是河马、猴子、红毛猩猩、狐獴、鹿、羊驼，还有气场十足的孟加拉虎。不用花一整天走到脚软，就能满足孩子对动物的好奇心，也减少了爸妈要扛着小孩辛苦走路的机会。这样的大小也很适合情侣散步约会，有种悠闲又温馨的感觉。现在它不再是我记忆里那座落寞的动物园，而是一个会让人想一再来访、舒服又有生命力的地方。我们现在在新竹公园的范围里面，你看旁边有围墙啊，整个景致啊，有没有真的很像在日本的公园里面？白樱花在种满，真的就是一模一样啊。我们现在在新竹市玻璃工艺博物馆，它其实跟新竹公园也是同一个范围里面，所以我们逛完了动物园之后呢，再来逛玻璃工艺博物馆，吹吹冷气。票价呢也是一样，非新竹市民的话呢，大人是50块，然后小朋友是30块，65岁以上免费。我们来到这边，除了参观玻璃工艺品之外呢，这栋建筑本身也非常有看头。它是日本时期的时候就存在了，所以到现在呢也是有很长的历史了。它是新竹州自治会馆，是用来招待外宾还有日本皇族官员用的。来这边也很不错，有没有？你从这个楼梯走上来，可以拍拍照啊，光线洒落的元素，其实我觉得跟台北的中山堂有一点相似。这个博物馆里面啊，除了特展、常设展之外，最有看头、最有特色的就是这个玻璃紧闭室。因为在博物馆之前呢，这个空间是有给宪兵队使用。那当时他们就是在现在这个位置呢设了紧闭室。那在改成博物馆之后呢，他们就在原地创作了玻璃紧闭室这样的一个艺术作品。它里面紧闭式必备的用品，马桶、脸盆、拖鞋，还有棉被，这些都是玻璃做。你看，尤其是那个蓝白拖，有没有惟妙惟肖？来到2楼的展间，这里每一件作品都非常的漂亮，尤其是我现在看到这件很特别。我刚刚远远看的时候呢，就看到画那个玻璃里面呢有一层山脉，结果我走近看的时候呢，发现那个角度变得像空拍机这样俯拍的画面，整片都是山脉。那其实新竹呢，它是一个玻璃工艺的重镇。新竹的3宝啊，就是米粉、贡丸还有玻璃。
玻璃产业在新竹能够发展壮大呢，主要就是有几个天时地利人和的因素。首先呢，就是新竹它拥有大量的细沙跟天然气资源，这些都是制作玻璃的原料。再来就是日本时期的时候，日本带来了大量的技术跟培育的人力是很不错的。然后再来就是呢，在7、80年代的时候啊，台湾曾经是灯泡王国，玻璃制品是外销全球占40%哦。所以如果想要了解新竹历史的话，我觉得来这个玻璃工艺博物馆走一遭呢，也是可以是认识的其中一环。我们现在来到北埔冷泉，因为暑假到了，就是会一直想要往山上跑，找点凉快的地方，又有水玩，所以来到这边。那我们如果从淡水出发的话，来到北埔冷泉，说真的，交通距离有一点硬。可是呢，我们2天1夜从新竹市区出发上来呢，就觉得非常的轻松，然后玩完之后再慢慢的回家。来到北埔冷泉啊，大家最大的印象应该就是这个瀑布。那但是呢，不建议大家到瀑布下面去玩，因为下面呢，就是说真的水可能很深，或者是它水流湍急怎样的状况你不知道。再来是这个瀑布里面呢，你看哦，它钢筋外露，非常的恐怖，所以大家在这边玩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安全。对，我觉得这个比较浅的地方玩，然后不要靠近那边。可是我觉得不管怎么样，大家就是掌握好自己的安全就对了。反正这边还有其他地方可以玩水，这边设施还蛮多的。哇，这只鸟非常的 chill 哎。现在北埔冷泉这边呢，有一个公共的冷泉泡汤池。那以前好像是没有这个泡汤池，是这几年才新设立的。这个水质呢，虽然看起来好像不太干净，但其实它不是不干净啊，就是它是碳酸跟硫磺的混合泉，所以呢会呈现这样的颜色，然后闻起来有点硫磺味。那其实这样子是正常的现象，并不是说水质很脏。我刚好进去踩一踩，我觉得还蛮凉快、蛮舒服的。跟大家提醒一下，来这边泡冷泉呢，需要着泳帽泳衣哦。冷泉旁边有更衣室，方便大家换装。更衣室的空间还蛮大的，你要妈妈带2个小孩在里面换衣服也够宽敞。我们在这边碰到一群非常热情的菲律宾朋友，主要是因为看到他们准备的餐食啊，太厉害、太丰盛，每个人走过来都想要拍照，然后他们越摆越多对，我们就寻求他们同意，说我可不可以拍你们准备的餐食？就他们超热情，说拍我们也没关系。对啊，然后说来合照这样子，好酷哦，非常的懂生活，比我们还 chill。Thank you， 拜拜，拜拜，热情。我们阿公阿嬷还有小孩找到他们的小天地了，在下面玩得很开心哎。赶快来溪水下面玩了，好凉哦！哇，开心吗？开心。哇，还准备好泳衣了哦，妈咪有帮你们准备哦。对啊。哦。连我们阿嬷都下来泡了，有凉不？有没有凉？有没有凉？你们有穿泳衣？好冰哦。好啦，终于完啦，有开心吗？好玩吗？好玩。哦，我们刚刚碰到菲律宾人，他们真的是全亚洲最会唱歌的民族，真的。我在想说，他们搞不好是驻唱歌手之类的，有可能哦，真的。哇，他们刚刚在唱歌，哇，整个超欢乐了。行走的 CD， 对不对？对。这里是生窑。它是一间秘境窑烤披萨餐厅。我们在频道初期的时候呢，有拍过，非常的喜欢这间。那现在夏天非常热，我们从山下上到这里来之后呢，马上就凉快了许多。我们后面这片森林非常的漂亮，但是我们点的披萨来了，等一下再带大家去看。我们今天点了3个披萨，先来吃这个剥皮培根口味，它是剥皮辣椒加上培根，来试试看。它的披萨是薄皮的，然后我觉得它的厚薄度是刚好，因为有的薄皮披萨如果过薄的话呢，它会太脆，可是它可以吃到面的 Q 度跟它的脆度，然后重点是起司加的超级无敌多。再来，这是小朋友最喜欢的夏威夷披萨。我觉得它的夏威夷披萨
蛮好吃的。它很多凤梨的香甜味在里面，不只是凤梨片点缀在上面而已，它是凤梨味融合在整个披萨里面。这一款是凤梨卡彭披萨，我们超爱，每次来都必点。它是有点甜口味的披萨，用手工熬煮的凤梨酱加上马斯卡彭起司，但我觉得它整个甜度呢不会很高，稍微有点酸甜的。我最推荐这个，因为这个口味我在别的地方没有吃过，而且吃下去会有一种蛮惊艳的感觉。如果你常吃披萨的话，觉得蛮不一样的哦。就是你想要来点咸点又想要来点甜点的时候，点这个。大家如果有来这里，我们非常推荐窗边的这个座位。你在这边吃披萨，可以一边欣赏旁边大片的山木。这边的夏天呢，非常常下午后雷阵雨，所以你在这边占一个位置的话呢，就不用怕等一下下雨。那我们今天来呢是礼拜四，你可以人比较少，比较容易坐到这个位置。那如果假日的话，真的要碰运气。这间餐厅的室内空间虽然不多，但是山林里面呢有非常多一座一座的野餐区，你可以跟店家借野餐垫，它是免费的，那你就可以坐在这边呢享用你的下午茶。这家店还有一个很棒的地方是，它总是放着很舒服、很舒压的音乐，结果一走到里面来，你听到蝉声，把所有的声音都盖掉了。它这蝉声大到会耳鸣，而且我跟你讲，它其实是此起彼落，有时候大声，有时候小声，像交响乐一样。对，虽然说会耳鸣，可是我觉得很好听，整个那种芬多精又被放大了，像交响乐忽大忽小这样子。对，你要演技要配合好。没有，这次没有配合到。这里最有名的就是仙洞步道，整座餐厅呢其实就是落在步道的起点，可以说是根本就是建在步道上了，所以环境这么的漂亮，这也是我们这么爱它的原因了。从这里去仙洞来回才12分钟所以算是轻松哦。可是我觉得大家会不会都去不了，因为都被留在这边吃披萨了。吃一动一动再回来吃比较好，才不会胖。Walked into my life and I am glad you came, glad you came。很爽哦，这个角度好好看哦。这边不限时间，所以你可以在那边睡午觉但是它只营业到5点半啦。蛮多人是把披萨拿上来吃，可是我们的呢，一上桌就被吃光光了，连摆拍都来不及。好啦，我们准备要回台北了，所以要来总结一下今天的这个2天1夜行程呢。我觉得不管是亲子、情侣还是3代同堂，都非常适合的旅程。尤其是现在夏天了，就是这样的行程呢，有市区有郊外，然后可以面对一下接下来不知道怎么样度过的酷暑，我觉得真的是还蛮棒的。那不知道大家喜欢这样的内容吗？那如果你有更好的建议，或者是喜不喜欢，都可以留言告诉我们。那我们今天就先这样喽，大家拜拜，拜拜。You're not around, I feel broken. Glad you came, glad you came.